我找傅林川。妈妈说，爸爸欠我3年奶粉钱。爸，星星也大了，他这几年一直跟着公益基金做事，外面口碑也好。我看这次名单就把他加进去吧。是啊，星星姓傅，总不能一直让外人笑话傅家下一代没人撑场面。爷爷，我会努力的。林川，名单你怎么看？按章程，只有作为长子的傅林川所出的孩子才会一出生就被写进受益人名单，其他人都需要考察到18岁。但傅林川，你这辈子还能有孩子吗？林川，家里事也不能全看章程，欣欣毕竟是傅家的孩子。老爷子，门口来了个孩子，谁家的？他说他找傅林川先生。哼，林川，你外头还有这么小的客户？孩子都找到家门口了，看来这客户挺急。你是傅林川吗？我是。爸爸，你欠我3年奶粉钱。这年头，骗子都这么小了。我不是骗子，妈妈说欠钱要有单子。你看，妈妈说这个可以报销。你妈妈叫什么？温梨，温水的温，梨子的梨。林川，这么明显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。现在做假单子的手段多的是，可不难。是真的，妈妈说过，爸爸左边这里会疼。妈妈说，你疼的时候不能喝冰水。那是我18岁赛车翻车留下的旧伤，除了家里的医生，只有温梨知道。他以前总把我的冰水换成温水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绵绵。妈妈说是睡眠的眠。她说我小时候不爱睡觉，所以取这个名字，希望我能乖一点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妈妈给我的。她说不能弄丢。爸，一枚旧玉扣能说明什么？傅家的东西流出去不少，谁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？不是捡的，妈妈缝在我小衣服里的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来报销。先进来。可以吗？进来。去哪？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谁教的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够了，地毯不用你擦。可妈妈说弄脏了别人家的东西要赔的，我没钱赔。这是傅家。那我明天还要走吗？去拿干毛巾来，再拿双儿童拖鞋。老爷子，家里没有准备过儿童拖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光脚，不会弄脏地板的。把我的拖鞋拿来。先生，您的拖鞋对小小姐来说实在太大了。是，我这就去拿。绵绵出生第7天，林川，单凭这些旧照片和缴费单，想进傅家的门不够。是啊，这孩子看着是挺可怜的，但傅家门第在这儿，
不能随随便便就认个人回来。我没有随便，妈妈说只能找傅林川。你妈妈现在在哪儿？妈妈睡着了。在哪里睡着？在白房子里。江姨说妈妈累了要睡很久很久。妈妈说绵绵往后要自己吃饭，要是没有饭吃就来傅家找傅林川。她说你欠我的。立刻安排亲子鉴定。爸，这都深更半夜了，太晚了吧？不晚。傅家要是多一个孩子，或者是有人敢拿孩子做局，这通通都不是小事。我联系鉴定中心。要打针吗？取一点口腔细胞，就是用棉枪在嘴巴里刮一下。那会刮坏吗？不会。做完给你买奶粉。买1罐就行。妈妈说奶粉很贵的。我可以吃吗？孩子这么小，谁教他说这些话？还真是下了功夫。妈妈教我不要浪费，要把饭吃光，这个也算下功夫吗？刮好了吗？好了。唉，爸爸也要刮吗？啊？你疼吗？没有。哦，那你比我勇敢一点。绵绵小姐可以睡了。叔叔，明天我还在这里吗？在。你说话算数吗？算。那我睡醒不会在门外吧？不会。睡中间。我怕弄皱。床单可以换。可妈妈说别人家的东西不能乱动。傅家不是别人家。傅林川，你明天可以买最小罐的奶粉吗？我喝的很少的。买大的。那，你有钱吗？有。哦，那你千万不要去借高利贷。他不像被训练过。温里的死亡记录查到了，上个月27号，城南医院。鉴定中心那边加急，最快明早出第1版结果。所有资料重新查，温里这3年住在哪儿，谁照顾他，谁给孩子交钱。我没有偷听，我只是想问洗手间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要反过来。鉴定中心加急送来的第1版结果。侵权概率大于9.999%。第1版结果而已，这种加急报告容易出错，本来就该谨慎一点。确实该谨慎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为什么这家鉴定中心的齐凤章和3年前赴医疗项目合作章的样式一模一样？这家鉴定中心2年前就已经换过公章了，这份所谓的第1版报告盖的是旧章。重做，我已经安排了第2家机构。看来我好像还没被留下来。兔兔，我们把蛋糕包好，要是等会儿被送走，我们可以在路上吃。你在做什么？
我没有偷，叔叔给我的。为什么不吃？我怕一会儿没有了。吃。那我明天还有吗？有。后天呢？有。大后天呢？都有。哥，你要不先学一下怎么带小孩？还有，今天下午老爷子要给他办小型认亲宴，结果还没全部出来，办什么认亲宴？老爷子的意思是孩子先留下，至于谁动过加急报告，谁动过温鱼的资料，一起查。认亲宴有饭吃吗？有。那我可以去。你不用为了饭去。可是饭很重要呀。傅林川，人不能只靠合同活着，饭也得吃。去买儿童拖鞋，还有衣服、牙刷、餐具。是先生，我这就去办。都买。银行卡要不要也买一张？我开玩笑。银行卡是什么？一种可以买奶粉的东西。那可以买小兔子吃的萝卜吗？他吃萝卜。他以前吃，后来妈妈没钱，他就不吃了。第一次觉得，一只玩偶也可以饿3年。这个要还吗？绵绵小姐，这是先生给您买的。那我弄脏了要赔吗？不要赔。那我不赔。傅林川，我头发乱了吗？会不会不礼貌呀？哥，你夹的是兔子耳朵。兔兔也要漂亮。谢谢爸爸。我刚才忘记了，可以先欠着吗？可以。妹妹今天真漂亮，谢谢姐姐。你以前没参加过这种宴会吧？那你可别乱拿东西，这些杯子很贵的。我不拿。也别乱说话哦，这里都是大人。我会小声。这孩子真是临川的，听说亲子鉴定还没完全定下来呢。可不是嘛，温丽当年不是拿了傅家的钱就走了吗？现在送个孩子回来，这时间未免也太巧了吧。绵绵，怎么不去甜品台吃东西啊？我找傅林川。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他很忙的，你要懂事一点。可妈妈说，人多的时候要跟紧大人。你妈妈教的还挺多。天哪，真的是500万！我就说那女人当年是为了钱才走的吧。这是谁放上去的？负责后台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你妈妈真的拿过钱呀。妈妈没有。屏幕上写着呢，你不认识字吗？别怕。爸，原本今天不该说这些，可既然这些资料都已经被放出来了，咱们总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当做没看见吧。
温离当年就是拿了傅家的钱才离开的，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现在孩子突然又找上门来，谁知道这是不是有人教他来的？周曼，爸，我这全都是为了傅家着想啊。星星进入家族基金名单外看见了，顶多就是夸一句傅家人培养了一代。可这个孩子他不一样啊，他身份不清不楚，万一外界把他说成是林川的私生女，咱们傅家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爸爸，私生女是什么？不是你需要懂的词。可是妈妈真的没有钱，妈妈的包里只有8块6毛钱，还有一张公交卡。这小孩子当然不知道了。就是，他妈拿了500万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，怎么可能告诉他？没有，妈妈没有。啊！兔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动！绵绵，把那个东西给我看看。给他。这是谁给你的？妈妈缝在兔兔肚子里的，她说兔兔不能丢。一个旧录音笔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绵绵，如果傅家有人说妈妈收了钱，你就把兔子交给傅文野。妈妈，记住，不要给别人，只给傅文黑。关门！今天谁也不许走！爸，您这突然把门锁上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多不合适啊！既然都是家里人，那就更该留在这里听清楚。叔叔，你要把妈妈装进去吗？不是，我是把录音笔保护起来，这样谁也弄不坏它。那装进去之后，妈妈还可以说话吗？可以，但我们要慢慢听。那你轻一点，别弄疼妈妈。放出来，原件必须先封存。现在当众听，只会给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留下剪辑和调包的机会。你看，文野自己也知道这种旧录音笔很容易被剪辑拼凑。既然大家都知道有可能造假，那这东西就更不能当证据了。我说的是，要查谁剪过。文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二哥放心，我这个人从来不乱说话，我只讲证据。我查。管家，立刻把宴会厅所有的监控录像保存备份。今晚的投屏电脑、后台登录账号、所有的音响设备全部贴条封存，任何人不得触碰。还有，现场所有人的手机暂时上交登记。傅文野，你这是要把我们这些长辈当犯人审吗？如果是个误会，那登记一下手机，也不会让你少一块肉。不是说你。针线。先生，您说什么？是，我立刻去拿。爸爸，你会缝吗？哥，我建议你别让这只兔子遭受2次受伤。那先不缝，它不疼。立刻送去司法鉴定中心，要求家迪做声纹比对、剪辑痕迹排查，以及底层存储芯片的数据读取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等一下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东西毕竟是这孩子的，既然要当做证据送出去，那在送出去之前，总该让我们先确认一下里面到底都录了些什么吧？你急什么？我只是觉得你这流程不够透明，这不符合规矩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的流程由我全权负责。你要看，可以；
让你的律师带着法院传票来找我。妈妈，我害怕。没事，别怕，有妈妈在呢。绵绵，到爷爷这里来。鞋不舒服，磨脚了怎么不说？舒服的，一点都不磨。这鞋太硬了，去，立刻重新买。是老爷子。爷爷，不用买了，这双也可以穿的，还能穿好久呢。富家大业大，买得起2双鞋，别说2双，你就是想要一屋子，爷爷也给你买。那也不要去借高利贷哦，妈妈说借了那个会被抓走的。爷爷答应你不借。温林，你到底是一个人扛了多少？你把录音笔放进兔子里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绵绵长大了，对吗？你也知道绵绵太小，所以你只能叫他死死记住一句。他为什么找你？我刚才让人动用最高权限，彻底查了温离3年前的底层通讯记录。他离开傅家前一晚，给我发过一条消息。你没说过，因为我根本没收到。运营商的底层记录这种东西，偶尔也是会出差错的吧？这算什么铁证？所以我没有只看运营商，我顺手查了我的手机云端备份。那晚11点46分，有人异地登录了我的云端账号，紧接着11点47分，那条消息被彻底删除。4分钟，温离绝望地发出求助，4分钟后，他唯一的希望就被人亲手咔断了，消息就这么没了。而且，黑进我云端的登录地址，用的是咱们傅家老宅的内网。这老宅里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，佣人、外围的安保、来做客的客人，谁都可能连过内网。温野，你可不能就凭一个内网的 IP 地址，就随便往自家人身上扣这么大一帮人顶帽子。二哥说的对，所以光查内网地址还不够，还要精准定位到设备。去查，把3年前8月17日晚老宅内网全部的登录设备名单给我拉出来，尤其是2楼主书房，还有东侧客房。2楼东侧客房，那不正是3年前温离当年在老宅住过的房间吗？叔叔，妈妈用那个给你发了什么呀？还没查到。哦，那妈妈那天晚上是不是真的找过你？是，她找过我。那你为什么没来呀？那天晚上，温离找过文野，他可能也找过我，只是那些消息都没能送到该送的人面前。查！从3年前温离踏进傅家大门的那一天开始，不管是转账、访客记录、内网的登录日记，还是那几个月佣人的调动名册，一样都不许给我漏下。副律，查到了。副律，当晚11点46分，删除温离女士短信的设备确实连过老宅内网。根据系统日志，该设备的备注信息显示过一台私人电脑。这台私人电脑最后一次在内网的物理登记位置，2楼西侧书房。2楼西侧书房，3年前那可是周曼临时管账专用的房间。妈妈疼。 2楼西侧书房怎么了？3年前那书房谁都能进去，我是临时管账没错，可那台电脑放在那里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碰过。周曼，你别急着撇清，
我刚才有说是你吗？我只说这台设备的地址和实名认证是登记在你的名下的。文野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家里的事你别闹得太难看。一家人？那请问二哥，温离也是家里人吗？温离可以进傅家吗？妈妈以前总是说她没有家，那她以前来过这里吗？我不是来要钱。去，把3年前8月份的访客簿给我调出来。老爷子，纸质访客簿在旧档案室，我现在去。我亲自看。爸，这么晚了，旧档案室又冷，您的身体……我还没死。别怕，不是说你妈吗？我知道，可爷爷不要说这个字，绵绵不喜欢。好，不说。爸爸，你先练别的步。爸爸，兔兔还小，它不能试错。让管家缝。谢谢爸爸。老爷子在这里。8月17日，温离，入宅时间上午9点17分，离宅时间晚上11点58人。备注栏写着二夫人接待。爸，当时是您让我临时管着家里的账，温离找上门来，我只是按照规矩去接待了他一下而已。按规矩接待，从上午9点一直接到深夜11点58分。他当时情绪很不好，一直不肯走。他为什么不肯走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想见你。可你那时候人在国外，他联系不上你，就死皮赖脸的一直赖在老宅不走。妈妈不会赖。你那时候连生都没生下来呢，你知道什么？傅家门第清贵，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。那就查，别只查我。爸，您瞧瞧，500万，他已经把钱收下了。贪心的女人，果然是为了钱。明天一早，给我彻查当年那笔500万的资金流水。不用等明早，我已经让集团财务把3年前那笔资金的底层流水和税号明细全部调出来了。那笔钱确实从傅氏家族基金关联账户划出，但收款账户只挂名温离，资金到账3分钟后被拆成4笔，其中3笔全部转入了二哥傅明卓名下的关联公司，而最后一笔进了周家一个毫无业务往来的空壳账户。你胡说，这根本就是假的！银行流水、税号、法人变更记录，所有的铁证都在这里。你别哭。谁要你的脏东西？走开！别擦。可是弄脏了。该擦的人不是他。封存，从明天开始，二房暂停参与家族基金的一切事务。爸，
我说的暂停，不是在跟你们商量。兔兔不疼了。绵绵小姐，兔兔不疼了，快睡吧。爸爸，你会唱歌吗？不会唱也没关系的，妈妈以前也有不会唱的时候。她以前都唱什么？小兔子乖乖。路过。我也路过。那你们路过的时候可以小声的唱一点点吗？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。他当年离开的时候说，让我也查查别人，别只查他。可您当年没查。是，我没查。小点声，孩子刚睡着，出去说。今天用哪个？都可以。都可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会扣钱。他的意思是，用哪个都不影响他今天吃饭。你很懂。至少比你会扎头发。爸爸不要生气，我可以戴帽子，不用扎头发。这是我的吗？管家买多了。谢谢爷爷。吃饭，别说话。爷爷，那我可以跟鸡蛋羹说谢谢吗？可以。谢谢。早餐嘛。我去热车，你上午有重要的股东会，老爷子他身体不适，今天这幼儿园接送专员就由我来当吧。天哪，那是哪家的家长？长得也太帅了吧，跟个男模似的。帅是帅，就是那张脸冷得像要债的，有点吓人。你就是傅绵绵小朋友吧？老师好。请问您是绵绵的爸爸吗？不是的，老师，这是我的小叔，他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，但是他一点都不坏。小叔，我刚刚是在夸你哦。谢谢。绵绵家长，入园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不过您这边需要填写一下这张亲子活动意向表。这些必须填。我们建议家长至少选择其中一项参加，这非常有助于绵绵快速融入集体。小叔，你会做那些漂亮的手工吗？不会。那讲故事呢？不会。那跑步呢？会。那我们选跑步，我们去跑步。我再考虑一下。小叔，怎么了？你下午真的会来接我吗？会。你工作那么多，真的不会不小心忘记我吗？不会忘，闹钟已经定好了。我妈妈说了，不能跟你玩。为什么呀？我今天洗过手了。谁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只是今天没有交到朋友。为什么？他们说我是野孩子。野孩子是不是不能坐小叔的车了？傅先生，是孩子不适应吗？我要看今天午睡后的教室监控。
这个傅先生，这涉及其他孩子隐私，恐怕不符合规矩。那就让法务来谈。纸从哪儿来的？这个，我不知道。查。小叔，这个车我见过，在哪儿？认亲宴那天，欣欣姐姐坐过。我要门卫登记册，送来文件袋的原件，以及班级资料的全部流转记录。好，我马上让人去拿。小叔，是不是我不来幼儿园就不会麻烦你了？麻烦的是做坏事的人，不是你。那我明天还可以来吗？可以，我送你。谁做的？傅欣欣家的司机。明天开始，傅氏法务会对接这件事。孩子在园期间的安全和名誉损害，我要书面说明。傅总放心，我们一定查清楚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对不起，实在是太对不起了。这个送给你，我今天洗过手了，我真的不是野孩子。你以后可以叫我绵绵。绵绵，你这贴纸是哪里来的？妈妈买的呀，妈妈以前说小兔子会认路。她以前还有很多这种贴纸，有一整张呢。妈妈说重要的东西背面贴一只，这样就永远丢不了啦。通知老宅所有留守人员立刻回老宅，查文瑶当年留下的所有纸，一页一页查。爸爸，他们为什么要拍我？因为大人做错事，想把错推给你。那我可以推回去吗？可以。这样也行。剩下的我来。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来？闭嘴！不想去可以不去，爸爸一个人也能解决。可是外面的人都在说我不去的话，他们是不是就会一直说？我会处理。不行，妈妈以前说过，被点名了就要达到。绵绵，等会儿外面全是镜头，你怕吗？怕，但是只要我站在爸爸旁边，就可以少怕一点。那就站我旁边。第一，傅绵绵是我傅临川唯一的亲生女儿。第二，当年温离没有拿过傅家1分钱。第三，关于3年前有人伪造转账和删除求助信息一事，傅家已经正式报警。他疯了，傅临川这小子彻底疯了，他这是要当着媒体的面大义灭亲啊！500万从傅氏家族基金关联账户转出后，3分钟内被拆分，最终进入3家公司和一个个人账户。温离名下的账户只是中转。第2页，接收账户的法人信息。第3页，周家空壳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。第4页，傅明卓先生名下关联公司的财务报表。不仅如此，
这是3年前8月17日晚傅家老宅的内网登录记录。温离发给我的那条求救消息，在发送成功后的第4分钟，被人手动删除。删除设备的物理登记位置显示为老宅2楼的西侧书房。当时，该书房由周曼女士临时使用。你这是污蔑！我说的是记录，至于是不是污蔑，警方会查。周女士，请问您是否删除过温离女士的求救信息？您是否深度参与了这500万的非法转账？傅明舵先生，您名下的公司为什么会收到这笔钱？傅家当年错信了一份假转账记录，这件事我有责任。温莲的名誉，傅家会正式更正。绵绵的身份，也不需要任何人猜。傅绵绵是傅林川的亲生女儿，从今天起，她将正式进入傅氏家族基金第1顺位保护名单。老先生，您口中的第1顺位保护，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成为傅氏集团绝对继承人？他是傅家这一代唯一的竹端直系孩子。她不是私生女，她是我傅林川的女儿。那我可以姓傅吗？可以。那妈妈会知道吗？会，她一定会知道。那我要写下来，写给妈妈看。周女士，您现在恐怕还不能离开，警方已经在路上了。仁恩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协助调查。傅文野，家里不过是一点旧账，你们还真要闹到警局吗？这可不是什么傅家的旧账，这是涉嫌伪造证据、侵占家族基金以及侵犯名誉权。绵绵，爸爸，他也哭了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你不欠他任何东西。把这个给他吧。妈妈说，哭的时候看小兔子，心里就会好受一点。绵绵，他们那样对你，你难道不生他们的气吗？生气呀，可是妈妈以前说过，小孩子做错了事情要大人们先教。星星姐姐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她妈妈没有把她教好。吃饭就吃饭，东张西望看什么呢？我数一数。数什么？我数一数明天大家还在不在，我怕我睡一觉，你们又把我送走了。不用数，明天还在。多吃点儿，吃饭别胡思乱想。明天幼儿园我负责送。真的吗？那小叔你明天会穿那个动物衣服吗？什么动物衣服？是亲子运动会，老师说了，家长去都要穿动物衣服，小叔必须要穿的。我说的是考虑。我知道呀，小叔平时考虑事情都比较慢。你们两个很闲。
小叔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可以穿粉色的小兔子衣服，你就穿大灰狼衣服。但是，是那种不吃小兔子的好狼哦。原来你也会笑呀！吃你的饭，小孩子话真多。哦，妈妈，你快看，绵绵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饭。临走之前交代过，他说如果绵绵哪天找到了你们，就让我把这屋子的钥匙交给傅先生。他为什么不早点来傅家？早点来，傅临川他怎么没去过？是你们连大门都没让他进。这是妈妈的床，这个是我的。妈妈以前经常和我说，小孩子是绝对不能坐在床边吃饼干的，会掉渣的。这个是妈妈用来贴最重要东西的。第一张是温里女士当年的产检报告，第二张是傅绵绵的出生证明复验件，第三张是一份当年还没来得及寄出去的律师咨询记录，第四张这上面是雨水还是眼泪？爸爸，这上面密密麻麻的都写了什么呀？这上面写着，你小时候真的很乖。真的吗？妈妈也说我乖。他哪里舍得说你不乖？温离那丫头病得下不了床，还怕你饿着。江姨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儿，绵绵乖，姨姨只是眼睛里进灰尘了。那我帮姨姨吹一吹，妈妈说了，呼呼就好了。罐子底下有夹层，打开它。周曼3年前前去过妇幼医院。温离说过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去医院找他，那人说傅先生已经签了放弃监护，还说孩子没有名分，留在傅家只会被人笑。他信了？他不信，所以他才一直留着证据。爸爸，这个盒子也是妈妈的。绵绵，你妈妈还对你提过别的吗？妈妈说，这块玉扣是门票。那她还说了什么？说傅临川工作很忙，说小叔看起来很凶，但是个讲道理。最后他还说爷爷平时不爱笑，妈妈说错了，爷爷昨天笑了。她还说我什么？说爷爷会错。她是怎么说的？人都会做错事，但是大人要是错了，就一定要跟小孩说对不起。妈妈还说，我也要学会这样。爷爷小心。绵绵，爷爷错了。那你下次改。好，改。爸爸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因为我错了。
你也会错呀？会。那你下次改吗？改。那给你一个，贴了要记得。周曼那边刚刚发出一份声明。什么声明？傅林春3年前签署的放弃监护声明。傅总，周女士说了，如果傅家继续追究，她就公开这份声明。爸爸，你看这里，这里有小兔子。温离生前贴这种小兔子的东西，从来都不是给坏人看的。原件在哪儿？让他送来。这次我亲自看。爸，我不想把事情做绝，可这份声明是林川自己签的，白纸黑字，他当年放弃监护，温离带孩子离开，不是我们逼的。文野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装一成一副办案的样子，这是我们家里的事。从你伪造转账记录的那一刻起，这就已经不是家事了。林川，我没签过，谁会承认自己签过这种东西？再说了，林川，当年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也不奇怪。查，纸张编号显示，这是3年前复试内部法律文件的专用纸，但这个批次的纸是3年前9月才入库的，声明日期写的可是8月20日，纸9月才入库。你告诉我，8月是怎么签出来的？那可能是后来补打的副本。好，补打副本是吧？那看签字。8月20日，傅林川人在瑞士，这是当地医院的住院记录。因为赛车旧伤感染高烧，右手全程输液。这是他当天签的海外授权文件，明确写着由左手代签。可你这份声明呢，是标准的右手签名。这只能说明他是后来补签的。补签文件同样会有完整的内部授权记录，但复试所有系统没有这一条记录。爸爸，怎么了？妈妈贴的小兔子不在这里。什么意思？妈妈贴小兔子的时候都会贴在字后面，她说这样小兔子可以看着那些重要的话。可是这个贴纸贴在空白的地方，妈妈不会这样贴的。江姨，您来看看。对，温离贴东西有习惯，他会贴在那行字背面，说是怕以后忘了，翻过来就知道哪句重要。这张纸被裁切过，原本贴纸的位置应该对应着另一段文字，有人把原文裁掉了，却留下了纸背的残胶。原文呢？朱曼，那张纸的原文到底在哪儿？爸，文野这全都是捕风捉影的猜测。爸爸妈妈在那上面写了什么呀？他在保护你。妈妈一直都在保护我呀。保护？他要是真想保护，就该离傅家远点儿。他凭什么带着孩子回来分傅家的东西？所以你承认，你怕的是他回来。录下来了。老爷子，警方到了。该怎么查就怎么查。傅家的脸靠的是行得正，不是靠遮丑遮出来的。妈妈，配合调查，带走。哭的时候可以看小兔子。从今天起，
二房暂停参与家族基金的一切权限。爸，你真要为了一个刚回来的孩子，对我们赶尽杀绝吗？我不是为了孩子，我是为了你们做的这些烂事。这些年你们从基金里拿走多少，文业会一笔一笔的查清楚。林川，你就这么看着？我已经看了3年，以后不看了。爷爷，这个是门票吗？什么门票？回家的门票呀。这不是门票，这是你的东西。那我可以把门票放在这里吗？我怕弄丢。可以，傅家替你保管。那傅家不要弄丢我。不会。爸爸，这个小辫子像小尾巴一样。拆了重扎。不用不用，今天小尾巴也可以上桌吃饭的。小叔，你明天接我吗？那个动物衣服呢？真的呀？小叔真的要穿大灰狼吗？只穿1次。好狼，只要穿1次就好啦。先吃饭。爸爸，我明天真的还可以回家吗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那妈妈也在家吗？妈妈也在家。妈妈，爸爸买了大罐奶粉啦，而且他没有借高利贷哦。爸爸，你会笑呀？那我以后可以天天在这里吃饭吗？可以。那可以天天睡觉吗？可以。那可以把兔兔放在床中间吗？可以。那我可以不乖吗？可以。真的？真的。但是不乖以前要先吃饭。那我吃2碗。小孩子不能撑着。那1碗半。先喝水。你们好吵呀！妈妈，我回家啦。